尊敬的中国朋友们，亲爱的兄弟们，尊敬的中国政府，大家好，我叫吉利，我是乌克兰人。现在在这个特殊时刻，我们请求你们能够理解和感受到我们的痛苦，也发自内心的请求你们不要保持中立。我们希望你们可以帮助我们制止侵略者。现在我们是受害者，未来可能就是其他国家了。我们非常的希望能够和平的、安心的生活。就是刚战争发生的时候呢，你就用中文在网上向中国的网友喊话啊，是，就希望中国政府和中国的网友啊，能够来支持乌克兰。为什么要发这样的视频啊？首先是因为我学中文，所以我是想跟我的中国朋友们发出一种声音，呼吁，让他们知道真相。因为战争的第一天开始，我跟你说实话，有很多以前我认为是好的朋友们，还有同事们，都跟我说吉利，这个战争不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这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其他原因导致的战争。什么其他原因？什么其他原因？很多人说是美国，很多人说的是欧盟，很多人说的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反正说的原因，我个人感觉，不舒服。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开始的战争，入侵的是俄罗斯。政治和战争，一定要区分开。这样，哪怕是你有自己的看法，你有自己的一种想法，和我的不一样，没有关系。我们作为人，互相尊重就行了。所以，这个政治方面的事情，一定是需要通过沟通、对接双方的这种想法来解决问题。哪怕是20年、30年谈不成，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通过动手解决问题，需要通过入侵独立的一个国家，国家领土完整的一个土地，对吧？就是去入侵，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允许的。但是有人说，就对方的理由啊，他是说你乌克兰加入欧盟，然后呢，俄罗斯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他其实也是被逼的。你说我们加入欧盟，现在是两个独立的人。我想做什么是我的个人的想法，对不对？就是后来不就是很多人说了，他们是因为俄罗斯害怕我们加入北约，就是预防性的什么做出了一种决定，要启动军事特别行动。对，他说他们俄罗斯这个国家需要一个安全范围。是吗？如果乌克兰要是加入北约的话，就对他构成了一种威胁。那后来很多我的中国朋友们怎么把自己的声音调整成静音了？怎么不说话了呢？瑞典和芬兰说要加入北约，那不就是给俄罗斯也是造成一定的危险吗？也是危险的这种立场，因为芬兰和俄罗斯不也是有那个接壤吗？那为什么俄罗斯不去打芬兰呢？而且芬兰已经加入北约了，你说呢？后来那些中国人，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情报我们就不说话了，因为好像是谁给人家洗的脑，然后跟他们说的是因为北约的事情，所以就是什么样，有时候会失去自己独立的这种思维方式了，这种独立的思路就是没有了，消失了。因为只靠谁跟我说我就信他，你自己动脑子，我觉得更合适更有用。那你觉得俄罗斯为什么要入侵乌克兰？真实的原因是什么？真实的原因我感觉只有命令的那个人入侵乌克兰，可能自己心里才知道的原因，剩下人都是执行者。所以可能只有问普京才能知道他的真实的原因。但是我个人感觉是因为俄罗斯就是不把乌克兰看成一个国家，以为都是以前是苏联，他们一直觉得自己的土地还不够，
反正这怎么说呢，比较幼稚的一个可能是想法，但是我想说的是，他们真实的理由谁都不知道。那你当时在网上呼吁这个中国的网友和中国政府支持乌克兰，是吧？那你是不是你潜意识的认为，其实当时中国的网友和中国政府并没有表现出支持乌克兰的态度？我作为个人的个体，我到现在还是感觉中国不是在支持乌克兰。是吗？你是指中国政府还是指中国的老百姓？这也是需要区分的稍微清楚一些，对吧？我个人感觉是中国政府，因为他们所发出的这些关于中立的这种想法，对吧？对。你为什么认为中国政府没有保持中立？因为中国政府说了，他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保持中立，他只供应帐篷，他不给任何武器。保持中立，对吧？那制裁方面呢？他说他中立啊，他就不制裁啊。那俄罗斯和乌克兰，你们两个国家，你们打架，我谁我也不支持，是吗？他认为这个是中立。你觉得对杀人也能保持中立吗？政治方面保持中立是没有问题的，你不支持谁也不制裁谁，就是继续保持像以前一样的这些经济的关系，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你对杀人的情况保持中立，我觉得有点那个了，尤其是联盟那个投票的各个环节，你们估计也关注过吧，对吧？中国要么反对票。投反对票，要么所谓的中立票去钱票，是，那你说是对战争，就是这个整个的局面，能说的是中立吗？你们过来看看，我亲自给你们当翻译，你们过来一下，来乌克兰，我们去前线吧，我就给你们当翻译，然后你们自己能亲眼见证这个情况到底是不是俄罗斯在打乌克兰，是不是我们这里有纳粹分子，你们亲眼过来看看，再做出决定好吗？那你刚才说的话我这么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你认为在一个侵略者和一个受害者之间，保持所谓的中立，其实就是不中立，能这么理解吗？其实就是给侵略者是啊，因为要是你觉得是杀人是不对的，你不就可以直接公开的说出来，杀人是不对的，侵略是不对的，所以就是能够有直接的一个明确的态度。我个人感觉，俄罗斯的这种侵略性的行为，大家都能见证，这不是游戏，输了赢了可以重来的那种。现在我们是为全世界的和平和公平而奋斗，求你们起来，你们每一个人的支持和帮助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不奢求你们选择和谁做朋友，但是我们希望你们可以支持公平和和平，因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最需要的，也希望你们可以强制性全力反对侵略性的这种行为，咱们一起手牵手，也希望看到你们的实际支持。那你觉得你当时在网上这种呼吁有用吗？作为一个乌克兰人，用中文在网上我个人感觉是有用的，因为发出了这个呼吁之后，也有很多人有联系过我，就是说中国的网友吗？是媒体，中国的朋友们，媒体也有联系过我，说吉利，我们非常理解你。但是有一些媒体说，吉利，我们非常理解你，也很想帮助乌克兰，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这媒体直接给你讲的他说的没有办法是指什么意思？你觉得呢？你能理解吗？我能理解那你我觉得我们有同样的理解，是。反正说的也没有问题，就是因为大家受着很多国家政府的限制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可能本来想报道你这个东西，但是由于某种限制，他们报道不了。很多人都是直接跟我这么说的。觉得有时候真的，我为我的那些中国朋友们，我心里第一感到不安，第二感到
很难过。那你觉得为什么中国政府会限制这些媒体，就是说报道类似于像乌克兰，就你这样的声音？我不能代表别人回答这个问题，我也不能从什么政府的角度去考虑。就是一个普通人，每一个人普通的一个乌克兰人嘛，就怎么看待中国政府的这种现象，或者怎么理解中国政府的现象？我觉得很多事情有时候大家光顾着自己的利益，忘记生命的价值。你是说中国政府就是顾着？我是说，作为普通人，有时候人家会做出一种决定，偏向性的一种决定，是因为顾着自己的利益，忘记其他事情的存在。所以你是觉得这个东西是超越个人的利益的，是吧？我觉得这些东西是超越啊。难道你没有什么一碗米饭呢？你足够吃，你足够生存就够了。但是你不可能，你要是有这么一小碗米饭呢，你可以跟别人分享，但是你不可能，因为你没有这个一碗饭，你不可能去杀别人。我们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但是全世界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想活着。很多朋友们在问我，你那边还好吗？还好，这个还好，真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整体的感觉是很悲伤的。我听说你当时发这些帖子的时候，在中国国内都被删掉了，是吗？是啊，就好像是1天之内，就是从各个频道上直接被删掉了。全都被删掉了。全都被删掉了，都播放不了。有通知你是什么原因吗？没有通知啊。有的时候，你看我知道那个新浪微博，比如说要删掉你，后台会给你发一个信息。没有发。就说你比如说你这个视频违法什么对，没有，也没有客服跟你联系。没有。就是直接删了。那你跟他们联系了吗？就说问一下为什么？遇到每一件事情去联系中方来，咨询一下是什么原因的话，我累坏了，你知道吗？那你是觉得你被删主也其实背后是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导致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我觉得这些小小的事情，看起来小小的事情，对吧？可能谁不小心的批准了，或者是怎么样，但我觉得这些事情，这么轻易做出的决定，我觉得不太好。你当时看到你这个视频都被删掉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啊？这不就直接能证明吗？中国不是保持中立的态度吗？你认为是吧？那不就是吗？我视频里说了什么？我只是说了我国家在打仗，我们是受害者，我们需要把政治和实际的打人的这个行为分得清一些，侵略要区分，分得清楚一些，让大家有对生命的价值，有一定的看法，仅此而已。我也呼吁你们没有骗谁，你们不信的话，我们国家在打仗呢，是在保护捍卫自己国家嘛，你们过来看看，对不对？我的这个呼吁里是特别的透明，特别的直接，特别就坦率的说，请大家一定注意，相信自己的一种判断和有时候需要发自内心的发出声音，别人也发自内心的去听取，去聆听。欢迎第12届汉语桥全球10强，他们是欧洲组的索兰吉利。你大胆地往前走呀，往前走，莫回头。从天地大，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请。
杰利22岁，来自宁波，乌克兰语翻译。来到中国，我很喜欢汉字的来源和多音字。我是能言善辩的多国语言能手。我叫吉利，来自乌克兰，现在是宁波诺丁汉大学的研究生。那我想哈，因为你一开始选择学汉语啊，应该是对中国这个国家至少还是比较感兴趣，甚至有好感啊。你看，对吧？现在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好，是对中国，怎么说呢？历史悠久的一个国家，对，是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这些传统文化呀，中国汉字各方面的，对这些感兴趣吧。应该我当时选择学语言的时候，不是对政府感兴趣吧，而是对大家的文化。但是你大家的思维，对我们传统啊，但是当你学会了中文啊，想用中文来表达你自己的意思的时候，然后又遭受到了比如说被删帖呀、封号啊，那这种反差啊，我不知道你，我作为一名翻译，是一种让大家互相理解的，就是起到一种互相理解的沟通理解，对作用。所以我学语言的时候，觉得我可以用我的语言让双方，就是中方和乌方的人能够让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好，变得更密切。但是呢？但是后来感觉现实中有时候会起到这样的好的作用，但是在我自己想说出真相的时候，也不要求大家动手，也不要求大家去通过不知道这种像俄罗斯一样的通过杀人的行为去解决问题，却被封杀了，却被删了，我的视频呼吁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批评谁，其实哪怕是我对某一个人有建议或者意见的话，那也是我个人的看法，对吧？我又不是去持枪啊，或者是持刀去做什么坏事，对吧？我只是表达我的自己的想法和发自内心的一种难受的这种感觉，想表达给大家，跟大家分享。有时候某些问题不在你身上发生着，你亲手感受不到，你就是亲自感受不到，很难理解到底在发生着什么。